三花子、五花子、枝仁、石饼、牛舌头、吊龙棒、薄仁、吊龙肉。这些让人瞠目结舌的术语，都是潮汕人在吃牛肉火锅时常挂在嘴边的名词儿。只要有一口锅和一瓶水，潮汕人就能把牛的本色烹调出来。潮汕牛肉火锅是因为上个世纪来自于一种东南亚的酱料演变到现在的清汤牛肉火锅。上世纪30-40年代，潮汕商贾下南洋谋求生计，把当地一种辛辣香咸味道的酱料沙爹酱带回了家乡，并按照潮汕人的喜好调制出全新的香酱沙茶酱。老一辈的潮汕人将沙茶酱作为汤底来涮鲜牛肉，从此奠定汕头牛肉火锅无酱不食的风格。你睇我直面嘅啤㗎，直面嘅試下落嘅，你幾多嚼落嘅搦，依個搦啊，依個我搦自動能試下落。39歲的林海平是牛肉火鍋行業裡頭最年輕的老師傅，他和2個志同道合的夥伴，打破了汕頭牛肉火鍋走出潮汕就變味兒的定律。10年間，從一名市場切肉工蛻變為火鍋連鎖店的負責人。現在隨便拿一塊肉來，100%可能跟你說出這塊肉是來自於這一頭牛的哪一個部位、年紀、大小，還有什麼品種，我都能跟你說出來。15年前，初中畢業後的林海平跟隨大哥到8合里旁的市場當切肉工。其實他是一個工人，但是他是用老闆的責任去奮鬥的，他是有一個有能耐的。工字不出頭，是大部分潮汕人內心根深蒂固的觀念。眼看弟弟工作安穩後，林海平決定賭一把，借來1萬塊錢，在市場旁的小巷裡開了一家屬於自己的牛肉店。做事就用靠口碑、質量。有好多客人來的時候跟我說：“你有這麼好的牛肉質量，怎麼不打娃娃呢？”我買了幾個爐，就這樣把娃娃給做起來了。從開店賣肉到轉型做火鍋，靠的是誠懇務實，人氣興旺。弟弟林海平也過來幫忙，並且向哥哥提出了自己的經營想法。我這邊現在競爭能力這麼大，老是在這個地方，然後2兄弟一大家子，常在這個地方也不大行嘛。我想出去，剛好這邊2位老顧客，就東哥跟龍哥。做10個公里就夠。一嚿曬啦，佢能吃係冇咩情況。太熱了，吃也得在嘛。可以啊，好。距離汕頭近3000公里的內蒙古草原，是中國最佳的天然牧場之一。自2013年開始，林海平和2位老顧客每隔半年就來這裡一次。這批牛是供我們自己的嗎？這裡邊有供我們自己的，就每天早晨6點多就開始放牧，中午有一段時間3-4個小時休息，然後下午2點多就開始接着放牧。廠長，下周供給我們自己的牛一定不能超過3歲，要挑那些漂亮一點的。盡量不要超過800-900斤，我們要控制肉的纖維，不要太粗了。每一頭牛都要按照這個標準來走。我們一直呢都是在他們家吃牛肉火鍋，他們兄弟倆務實的態度感動了我們。我們都想把家鄉的美味帶出去，這就是我們走在一起的初衷。來了。為了更好的生活，也為了人在他鄉還能嘗到家鄉味兒，3個不同出身卻志同道合的牛人走到了一起。從尋找食材開始，他們的足跡遍佈了雲貴川高原，最後選定了內蒙古的通遼牧場。牛從3000公里外的牧場運送到汕頭後，
需要安顿3天。它主要是平衡一个牛的心情如果它是处于高度紧张的情况下，会影响口感。潮汕人对牛的分解比工业化屠宰更加精细，一头牛分解后只有30%的肉能做火锅料。为了保证肉的鲜度，林海平定下了规矩：从屠宰到餐桌不超出3个小时。牛肉到店后，就是刀手演绎技术的环节。肉切得不好，会导致肉质纤维拉长，从而难以咀嚼，口感粗糙。牛身上的10个部位需要10种不同的切法，保证每一块肉的厚度一致。这就是刀工的精炼所在。来，今天上的都是好肉，好肉，对，100%。在不少人看来，火锅的灵魂在于汤底，但潮汕牛肉火锅绝不走浓艳的基调，追求大道至简，讲究清而不淡，鲜而不俗，嫩而不生，油而不腻。很多人都以为火大就好，其实不这样的，火要文火，不要太大因为你火太大的话，你会把里面牛肉的血水锁在里面，它本身会带给你口感是酸的。1掉杂质然后2掉血水，3掉轻微，3尽3亮，过秒即捞。蘸上少许沙茶酱，让牛肉在嘴里融化，唇齿间油香四溢。一方水土孕育一方菜肴，民间曾经有这样的刻板认知，走出潮汕，潮汕牛肉火锅就变味儿了。林海平、庄旭东、方壮龙3位牛人颠覆了原有的饮食常规。在老广的饮食菜谱里，食材的选取一贯以生鲜硬实为上。怎样才能在长时间内最大程度地保存海产的鲜味儿？老广自有一套。今年雨水多會豐收啊，一定要上嚟睇睇啲行情先得。是啊。伊德路，这条广州越秀区的骑楼老街，只有短短870米，却集中了10多个专业市场，过1000家商铺，因咸鱼、海味、干果闻名全國。嗰啲貝都好均勻。揀貨呢冇黐手，嗰啲貨呢質量就比較好啲。干貝，老廣俗稱瑤柱，性味甘咸平，有滋阴補腎、健脾調中的功效。顏色都可以。今年53歲的楊漢明是湛江北部灣的漁民。20年前，他在當地率先養殖瑤柱。20年後，湛江北部灣的家家戶戶都是瑤柱養殖能手。基本上我哋做出嘅產品都係拉上嚟一德路呢度批發，其他地方全國各地到世界都係嚟呢度批發。5月仲夏，楊漢明總會在入夜前駕駛漁船，在自家萬畝貝田上視察。今年嘅雨水啊特別多，嗰啲貝啊生長啊比較靚，貪小便宜嗰啲人就出嚟偷。今年都發現都冇見咗幾百籠都有啦。為了減少損失，入夜前後，每隔3個小時，楊漢明就得駕船繞海一圈。93年呢個環境唔好之後，我哋七個呢搞珍珠之後呢，就96年翻嚟就睇到嗰隻山東嗰邊呢扇貝嗰隻行業就比較靚，後嚟呢我就把呢隻項目引進翻嚟呢度。
当年湛江北部湾的珍珠养殖业正值寒冬，谋求出路的杨汉明带着扇贝回来时，当地珍珠养殖户普遍不看好，连家人也提出了反對。佢都有反對話，開始話，不過我哋呢大男人主義嘛，即係講睇住項目就上咯，唔理嘅咯。看中了就上，從養殖設施的建設到種苗的培植，為了炮製這碗頭啖湯，楊漢明花了5年的時間。一扇貝呢，其實靠食嗰啲海上微生物嘅。1年收成2次咯，農曆5、6月份嘅時候呢，就係加工瑤柱，嗰隻量就比較大啲。最後第2做呢，就係春節前，嗰隻量就比較少少，就係做前貝。直到2002年，看到楊漢明勢頭不錯，其他漁民才陸續開始跟隨轉型。製作瑤柱分為採、開、洗、煮、曬、烘這6個步驟，每個步驟都有明確的時間分配表。捕撈必須在每天的退潮期進行，待潮水開漲時，捕撈工作必須停止。好，大家嗰條線測佢哋，而家12點嘅流水啱，你快啲測佢。佢嗰分啊屬於係季節性嚟㗎，佢一到嗰隻農曆5月呢，佢就開始肥啊嘛，你唔作呢，佢就過後呢，佢就死嘛。佢嗰隻扇貝呢，喺颱風之前基本上都收完㗎啦。把1萬畝的扇貝製作成瑤柱，要反反复复的在海上作業50、60天，而且前提是天氣給力。得啫，洗個休去解8籠得嘞。冇到太多，等下又搞蝦就。扇貝起網後，需要爭分奪秒地送回岸邊，緊接着就是開殼取雞。開殼的關鍵在於經驗。每年這個時候，楊漢明都會把村裡所有專家聘請過來。第一刀你一定要靠邊先得，一刀放落去呢，佢已經就成個魚翅就好完整嘅。湯唔靠邊呢，成2個啦，一個魚翅就成2個。嗰隻扇貝呢，佢都係靠攞隻閉殼機啊嘛，佢嗰啲裙啊同埋啲膏呢，全部都唔要。當扇貝褪去堅硬的軀殼，剩下的便是歷經海浪後的精華。白嫩的閉殼肌需要反覆沖洗，確保無雜質後，再放入已經調製好的鹽水裡猛火快煮。用嗰隻煤燒呢，佢火力猛嘛，煮呢時間要快，一般控制喺10分鐘左右呢，佢就煮熟嘅。瑤柱起鍋後，第一時間要過冷河，冷河能讓閉殼肌迅速降溫，鎖住鮮味，同時淡化表面的鹹度。過完冷河，瑤柱的半成品才能平鋪到網上，接受日光浴。放喺西度，馬上攞出去曬，曬咗5成乾，就馬上要放入嗰隻烘房啊，用嗰啲煤呢，再去烘到8成度。要經過煤烘，佢嗰隻香氣先有。你單係靠太陽曬呢，香度都唔得，唔夠。改變以往單純依靠日光暴曬的方式，用煤爐加工烘乾是楊漢明的創新之一。捕撈、去殼、清洗、蒸煮、烘曬，到最後分裝，每一顆瑤柱都濃縮漁民的心血，蘊藏大海的生命力。夜幕降臨，一頓簡單美味的家常菜就是最好的補償。哎，老婆大人，今日魚翅好靚，你今日做食食。好咯。瑤柱冬瓜排骨湯是老廣的經典靓湯，冬瓜和瑤柱堪稱絕配。
瑶柱竟能释放冬瓜的清甜，还让一煲汤水浓郁鲜香。一般我下邊人都係咁煲湯啦，燉親嚟嘅湯係清甜嘅。鲜瑶柱炒冬瓜，蚝油清蒸鲜瑶柱，水煮原汁扇贝，清爽又热气腾腾的三菜一汤，踏实而温暖。老豆帶你過5年就把呢行業交俾你啦，你有冇有信心啊？有。这颗小贝壳从墨西哥湾来到南中国，在杨汉明守护的一方水土下长大，经加工后变身瑶柱干，最后流落在世界各地华人的餐桌上。吃什么，怎么吃，无论是新食材还是老味道，折射一方水土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正如老广对待茶叶的态度。料菜呢是最具饮食养生价值嘅，咱都选料、精髓、煮汁配到口劲，所以咱嘅料沙嘅饮食嘅是一个文化，伊也非常吸引咱嘅。52岁的张树茂是潮菜名厨，不仅致力于潮菜烹饪技艺的钻研探索，更身体力行带徒传艺，因此被评为非遗潮菜传承人。教高文书过，要咩录出咱料菜独立烹饪技法，叫做蔬菜烹助。现在啱啱清明节晒哦，现在春底爱好材料。下只则佢，我用春底来做4道菜，甲大家咱分享嘅，爱咪？喂，永兄，丁老师你好，你好。来去找个好嘅底，你话想拿来做寡道地上来教起学生。还好，还得马上就把这拍点口啊，哈。粤东第一高峰潮州凤凰山濒临东海，气候温暖，雨水充足。优越的环境孕育出宋种茶王单丛茶。咁佢嘅名做咗之後全部變做咩食嘅？好。茶农曾树荣一家3代靠单丛为生，正是这一片绿叶，让张树茂和曾树荣结缘凤凰山。今年34岁的曾树荣，13年前告别外出闯荡的生涯，选择回山接收祖业。凤凰山的茶，一年可采摘春秋2季，但与一般的茶农不同，曾树荣遵循了祖辈定下的铁律，只采春茶。从我爷爷到我这一代开始，为了保持那个来年的茶叶的质量，一年都是采摘一次，质量提高的，价格也提高的，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好，等下等啊。等下，张涛有劳。并非人人都能做到重质不重量，能坚守1年1采的茶农，在凤凰山只有近1/3。每年开采前夕，父亲曾克辉都会给儿子演绎自家制茶本领。日日咁5年節啊，即係做傳統嘅啊，聽到只嘢，一路又逼咗，我係掛住啊嚇，係，就會講咩？掛住，差嘅，第一種青菜，小塊拍。晒青、晾青、做青、杀青、揉捻、烘焙，6道工序环环紧扣，每道工序看似简单，绝不能掉以轻心，稍有疏忽就会功亏一篑。不但茶叶无法称之为单丛，价格更是一落千丈。3月，湿润绵长，正是第一手单丛的采摘佳期。曾树荣要赶在正午太阳出来的时刻上山开采。采茶得有太阳，天气好，做出的茶叶才能香。单丛那个特点就是香干，回甘好。永兄，
哦，挺好吃，挺好吃。今日天气好，买就好点点啊。好啊。出太阳才能采茶，是曾树荣铁定的原则。食材一定要精挑，是张树茂坚守的底线。细耕慢培，精挑细选，茶扇的制作既是曾树荣和张树茂的技术结合，更是制茶与烹饪两大领域之间的交互融合。老师花了整整嘅時間，列了知識嘅試得來，今日呢就要嚟做4道菜，給大學們分享者嚟學習嘅。張樹茂的授課亮點在於變，食物隨時節而變，味道隨食材而變。茶香蝦，這道老廣最為熟悉的粵菜，如何在蝦的鮮甜之上突出茶的香味兒？張樹茂有着自己的一套秘方。湯嘅薑嚟加入濃茶汁，然後呢嚟煮些嚟椒，入呢個汁嚟飲起。因為咱蝦呢伊含有豐富嘅蛋白質，所以落煮蝦經過油炸嘅時候呢，伊會流失部分。咱落喺落炸嘅時候呢，洗去伊加住嘅濃清啊。扇要求不只是色香味儿，意和形的展现亦不能少。做隻地香蝦呢是喺獨出自嘅呢個清香。嫩茶葉過水後剁成茶末，加入蛋白和肉末做成單叢茶羹。熱性老窠跟寒性茶心鮑魚搭配成茶心燉鮑魚。茶葉剁碎，包裹在糯米上面，做成清茶湯丸。這樣養生的搭配，在張樹茂手裡演繹得淋漓盡致。以茶入饌成就的茶扇，既保留茶葉豐富的營養價值，又帶出變化多樣的味道體驗。博采眾長，融合貫通，讓老廣們的味覺越發挑剔。餐桌上的一菜一湯、一飯一肉，雖然平凡家常，卻是當地山海田野的濃縮精華，以及漫長流轉的生命軌跡。2017年第20號颱風剛走，21號颱風緊接生成。中國第一大火山島湛江蘆洲島剛被14級颱風正面襲擊完，島上的漁民就開始為出海捕撈做準備。阿孟做什麼樣哦？阿孟我爹就話咯，佢苦閪啦咩？天到閪哦！點解買咗苦飯題，等飯題貴得苦咯，飯題應該唔貴到苦咯，咩做咩啊？我知啊你，我做會就做會知啊你，我知啊。我烏仔我會知啦，當時我會知啦，先跟苦做咯，當時提好拎得苦啦。哎，這飯題應該唔貴到苦。哎呀，天也苦啊，冇過啊。我就啲路一提點樣好到你路苦做咩啊？我當下提好得苦咯，一提點樣好到你苦。夏季的颱風接二連三，靠海為生的譚玉色已經快半個月沒收入了。定係養咗都係做雞啊，定係。為了緩解眼前的窘迫，在新颱風沒完全生成前，他想冒一次險。我看到海可以出去的，要去碰一下。這個月可能就到明年了，所以就是想抓好時機，出去搞一點錢回來。佢沒有把板油好咯。錯過這個月，就要等到明年。是什麼讓譚玉色敢於冒險？我們漁民每天都是在跟那個時間和那個氣候來賽跑的。讓譚玉色冒險出海的，是湛江蘆洲島上最有名的海底貴族——蘆洲青龍蝦。這種曾經的朝廷貢品，在每年農曆的5月到8月才有。過了這個時節，
就再也难以遇上。假都真係假嘅呢，話條呢就拋雲這個皮嘅，假嘅條落湖啦，冇咩嘢，冇皮嚟賺咯。39岁的谭玉策，已经有15年潜海捕龙虾的经验。海底捕捉的难度和危险不可预测，只有凭经验应对。一般都有10几多米水，最深的有20多米。做好准备，谭玉策潜入视线模糊的海底。潜水捕捉必须有人在船上放氧气管和观察情况。由于台风刚过，海水相当浑浊，水下能见度不到1米。半个小时的海底摸索，并没有发现挠州青龙虾的踪迹。谭玉策决定浮上水面。挠州青龙虾又被称为中国龙虾，主要分布于中国南海和东海南部近岸海区。极少会判断失误的谭玉策今天纳闷了，把目标寄望在2海里外的水域，谭玉策再次潜入能见度极低的海底。不出所料，他发现了挠州青龙虾的踪影。挠州青龙虾外表呈橄榄绿色，腹部背甲上带有白色小点，栖息于浅海多盐礁底至水域海底，行动迟缓，不善游泳，依靠步足爬行，是种不会自然老死的逆天生物。它有2个脚，那个手一定要快的，一边手要抓脚，一拉一下给它，这边手就要抓龙虾了，不快它这脚就断了，它就跑去了。龙虾属群居性生物，正如谭玉策所说，运气好的话，几个小时能抓到10几斤甚至几十斤。但由于台风的影响，群居出没的龙虾数量有限，谭玉策决定今天到此为止。啊，要不然给他又觉得呢？结果虽然不尽如人意，但也不至于亏本。渔民的要求很简单，能把自然的馈赠顺利带上岸就已滿足。開始贏你哋攞閒情況，得意咗，邊話都冇轉得快嘅。冒險出海，就是為了轉瞬即逝的美味。谭玉策決定賣一半留一半，給老婆孩子嘗到今年的最後一口鮮。快對哦！有那個苦都只要苦，還多大？對啦，等話做菜佢做啊，要背一下對你更加加加的。有那個苦都只要苦咧，人大咧。雖然帶回收穫，但妻子黃海妹的擔憂並不會因此而減少。丈夫出海謀生計，妻子守候小家庭。清洗後開邊，爆香蒜蓉、蔥花，鋪在龍蝦肉上，大火蒸10分鐘，鮮味十足的龍蝦配合清香的蒜蔥，這就是挠州島漁民的家常菜。而黃海妹征服丈夫味蕾的還有獨門秘籍，把龍蝦用薑爆炒至80%熟後，放進白粥裡煮20分鐘，再撒上蔥花提香。這是黃海妹自創的龍蝦粥。爸爸，你下對你見到對你嘅咩啫？啊，黃對，我一樣要大，哇！以前刷咗條嘞。老廣的飲食原則向來只問味道，不問出處。很多外來菜式結合嶺南飲食習慣，自成一派。雖然知名，但找不到源頭。龍蝦知識一面，因此成為中外結合、東西融匯的名菜。在粵菜傳統本味中浸潤西餐的創意，出場似曾相識，細品
与别不同。夏秋之际，广州的街头巷尾榴莲飘香。然而，在老广的食单上，榴莲不仅仅是水果那么简单，榴莲和粤菜在后厨相遇相知，结局超乎想象。榴莲这种水果呢，早在明清时期已经进入了我们老广的味觉了。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慢慢的接受榴莲的这种味道。榴莲，爱其者赞其香，厌其者怨其臭。在吃的这件事儿上，无所不能的老广怎样才能把这种独特的味道入馔？本身我很喜欢吃榴莲，所以呢，我想让不吃榴莲的人也尝试一下吃榴莲。我们今天开一下会。陈振江撮合榴莲嫁给粤菜的第一人。从星级酒店的粤菜大厨到卡塔尔皇室御厨，粤菜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4年前，一个破天荒的想法让他放弃了大厨身份，开始味觉的冒险。我第一道菜就是榴莲煮鱼的。我搜查过资料了，榴莲跟虾和蟹煮就不行，会产生毒素的。历经无数次的失败改良，榴莲鱼终于面世了。广州第一家榴莲主题餐厅也随之诞生。从开始筹备到开业花了半年时间，吃的我和我的厨师们，他先喝开水都感觉口是苦的。在食材的选择和菜式的创作上，陈振江可谓是尝遍了酸甜苦辣。为了保证出品的质量，陈振江更是1年多次穿梭于广州和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人呢，从来不吃爆口的榴莲的，因为呢，爆口榴莲容易被细菌侵入。猫山王的榴莲呢，都是从树上熟了以后呢，它自己会掉下来。好大間啊！榴莲是马来西亚国宝级水果，被称为万果之王。进入9月，夏季榴莲的采摘也接近尾声，这已经是陈振江今年第3次出现在这里。嗨，龙哥，哎呀，我想了解一下今年的榴莲的收成怎么样？今年榴莲收成不是很好，今年雨季太多，雨季太多挂那个花来啊特别跌，今年的果结都不是很多。哦，为什么现在是绑着的呢？以前不是用网的吗？现在没有用，以前就用网来，现在就用绳子来绑住这个榴莲，把榴莲掉下来不给野之处。它现在有这样的价值，它就会我们再绑住它。现在到10月到12月就很多果了。那我就准备再大批进到国内，做成我们的新的产品。在果园徘徊1天，陈振江找到了合适的榴莲。猪手、鸡扒、菠菜、辣椒、洋葱。陈振江回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尝鲜。先把油放进去，加入洋葱下去，让它热一下锅，放猪蹄下去。因为洋葱和油令那个猪蹄会更加没有那种猪的那个气味。差不多的时候呢，就放那个番茄汁，然后还有那个酸梅汁。做的过程中慢慢加水，充分的让酱汁溶解，让猪蹄慢慢的吸收。看到它的酱汁到一定程度了，那就可以加榴莲了。放了榴莲以后呢，就让它加热大概2分钟就可以了。榴莲猪蹄被陈振江取名为榴莲骨胶原。猪蹄是粤菜的常用食材，陈振江把粤式焖猪蹄的做法进行改良，加入了新鲜榴莲肉。陈振江又尝试着把榴莲混搭粤式炒饭。我尝试了很多遍的了，最终选择的就是用菠菜汁和榴莲一起炒饭。最后下的情况下呢，它的榴莲就等于好像榴莲把米饭包裹一样。这个时间段下是最好的。
正宗嘅貓山王榴蓮嚟煮嘅啦，呢個榴蓮雞扒、榴蓮披薩、烤青口。以前嗰隻榴蓮咧就得個甜嘅啫，呢隻榴蓮咧個香味幼滑，確定係呢隻榴蓮係適合我哋做呢隻雞扒咧，咁我哋就按照呢個標準嚟做。OK 啊，全部按晒呢個標準做。作为一个榴莲控，从一个菜式的首创到28个菜式的成功推出，陈振江靠足迹打破空间距离，用厨艺贯穿万水千山，编织出老广餐桌新故事与新体验。城市是历史的镜子，食物是历史的药引。追溯族群的迁徙，饮食流变的轨迹，经纬交错，时空参照。对于澳门而言，最好的历史窗口就是手信店。早晨喂，早晨，擺得麻麻地喎，執齊整啲。好。等我試試肉乾先啦。OK， 試下先，好靚新鮮嘅餐。OK， 好，試下。紙巾啊，可以抹。好未？加油！好，多謝大家。啲牌執齊整啲，跟好啲一啲嘢，整得幾齊整幾好。OK。梁灿光，澳门街上的小明星。说起手信，少不了他的传奇故事。20年间，他从拉小推车卖花生桃的小贩，变成拥有了29家手信店的掌门人。只有小学文化的他，把传统手信业推向了顶峰，也延续老广未冠东西的事业。79年落嚟咯，好辛苦咯，捱得。做花生行啊，佢老豆啊整架車仔，2個一齊推車去賣咯。其實我係由細到大都唔希望做花生堂，即係我嘅理想咧就係做警察嘅。我嚟幫手。没有如愿当成威风的警察，16岁的梁灿光只好接过父母的小推车，开启了他的手信人生。開檔做咧，第一件事咧就係要揾靚嘅原料咯，因為以前爸爸要嘅就要平。咁但係我知道即係唔啱嗰樣嘢係，我哋做食品嘅一定要係原料要靚。花生糖是一种古老的汉族小吃，花生的醇香配上糖浆的酥脆，让人垂涎3尺。怎么才能让传统的花生糖更好吃？是梁灿光接手後琢磨的第一件事。傳統嘅花生糖好甜噶嘛，因為以前嘅比例咧就點樣，1份花生1份糖。咁而家後嚟我改又點樣，係2份花生1份糖。所以其實而家好緊要就係火候啦，同埋嘅水分啦，每一樣嘢都有即係有考究過。煮漿、下糖、攪拌、混合，每一個步驟都離不開加減法的調配，最終改良出甜度和口感適中。糖體透明發亮，更能散發花生醇香的新式花生糖。整咗之後，客人反應好好咯，即係亦好開心咯。老實講係。每天忙碌之餘，他寧願壓縮休息時間，在花生糖的基礎上，首創了澳門軟薑糖。啲黃肉薑啊，落完薑之後咧，要煮多大半個鐘到啦。過程中就不停咁攪動，如果唔係一少少黐底咧，就成煲唔要得噶啦。攤凍咗之後就可以切得咯，撈啲椰絲落去，咁啊切一條條咁樣咯。澳門薑糖綿軟滋潤，細膩化渣，味甜帶辣。梁灿光對這種產品甚至得意，可研發過程他卻受盡了父親的責備。一路做嘅過程中唔得嘅，倒鬼咗佢。咁倒咗佢嘅時候，有時俾爸爸見到啦，爸爸就話：哇！你個衰仔抌晒我嘢，整咗敗家仔嚟咁樣，即係成日俾人鬧咯。試下。敗家子兒的薑糖吸引了眾多慕名而來的吃貨，小推車的生意因此興旺起來。不到1年，信心滿滿的梁灿光開始了屬於自己的第1家手信店。即係由一種產品花生糖，至到而家幾百種，其實都係不斷嘅嘗試失敗，咁啊再成功咁走過嚟嘅。在這座文化交融城市長大的梁灿光，
不会止步于传统广东小吃，东南亚特色小吃也成了它味冠東西的獨門秘籍。其實肉乾最起源咧就係東南亞傳入嚟澳門嘅，所以我哋去學肉乾嗰陣時咧，新加坡啊、馬來西亞、泰國啊、台灣啊，甚至內地就去學，因為我想揾翻嗰啲最傳統嘅味道。肉乾的製作非常繁瑣，光是肉的比例、肉的厚度就是一門學問。傳統嘅肥肉嘅比例成30至40%，我哋而家改到得5%，就2 mm 嘅厚度。佢有分上厚度咧，就鎖住肉汁同埋個口感味道都好食好多嘅。肉鋪好之後，放進烤箱，低溫烘烤5個小時，烘乾一面，翻轉之後再進烤箱，低溫烘烤7個小時。烘肉個溫度咧超過85度咧，變咗臘腸味啊，或者係嗰啲叉燒味嘅。一塊肉乾，烘烤時間要12個小時，好不好吃？還得要看最後一步，明火燒。再去大火燒過佢，即係出到爐先係香嘅，啲汁啊全部帶咗出嚟。不好吃的東西，我們絕不生產。梁燦光往返在辦公室與工廠之間，來來回回，前半人生耗在手信上，對味道的執念，成就梁燦光的美食事業。成就外地人與本地人共同的城市記憶。我心目中嘅手信就係個試得到，將澳門嘅味道帶去全世界。呢個就係我理想啦。告訴我你吃什麼，我就知道你是怎樣的人。不排外，不張揚，在東的含蓄裡勾兌些西的奔放，可最終的本色依舊清晰。在煙火繚繞的後廚，人情世故的餐桌，激盪出不同族群與文化的懷鄉滋味。這就是老廣心目中最好的味道。